好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那个 L 型的拉链包。那什么是 L 型的拉链包呢？就是说像这样子哈，它一个 L 型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拉链，然后下面是没有打开的，这叫 L 型拉链包。那这个蛮方便的啦，就是有时候你要放手机要放什么都还蛮简单的。那尺寸要多大呢？就看你要放的东西为主。如果你是想要放手机的话，你的上下就加松份之后再加一点点再加缝份。那松份要加多少是随你高兴，因为要塞多少东西是看个人，所以不要再问什么你尺寸多大啦，你这个多大，因为我放的东西跟你的东西又不一样，而且我就是喜欢因为我的手机比较大一点点，所以我就做这么大。那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表布，然后里布。那里布的话呢，如果你喜欢说就是中间里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假如你是放手机的，我现在就是说假如你是放手机的话，可能你会塞一点点钱，出去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再另外拿一个小钱包塞钱啊，塞卡片啊，塞钞票啦，塞什么东西随便你，就是说你可以做个那个夹层。那我们先把夹层处理好。那这个因为口袋的话就是看你要做几层，这个我就不用另外讲了，看你爱车怎样车怎样。重点是你的这个最外面这个你要跟表布一样大，甚至小它一点点也没关系，我是觉得还 OK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准备那个拉链。那这个布料的尺寸当然是随我们喜欢，随我们高兴。那问题是你这个拉链要多长呢？拉链就是要你的 L 型的长度再加上一些。好，就是说你这个拉链呢，要比你这个 L 型还要长一点。好，这样子才是，你不要买刚好哦，买刚好的话等下不太好车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呢，因为像这种东西我们喜欢手提，有一个提的，要不然你要一直拿在手上，所以我们准备一个扣环，然后再准备一条那个手腕带。那手腕带我们就会等一下我会用个挂钩，我就等一下用个挂钩，我觉得那个方式还蛮好用，还蛮简单的。等一下教大家怎么车，那这个不用讲了，这就对折车一车卖萌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车了哈，表布、里布。那表布记得要贴布衬，后布衬比较挺。那如果你用本身布料已经蛮挺的，你不贴也没关系，就随你高兴，你看你喜欢挺还是不挺。一样把中央线做出来，中央线我就是用打个哑口，或是你要画记号线都可以哈。突然有点口渴，好来。我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呢，第一个步骤，先把这个扣环的地方准备好，放在正中间。好，放在我们的中央线呢，我们先回针，因为这个东西呢，等一下可能就是我们会提来提去，就是之后啊，不是等一下，我们之后会提来提去，所以我们就是把它回针回一下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你把它车牢一点的话呢，就是说万一之后你要这样拉来拉去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容易掉下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是开始上拉链。那我们这个缝份呢，不用留太大，因为我们拉链呢本身它的那个剩下旁边的这个也不多，所以我们缝份下面不用留太大。那这个下面这里呢也不用留太多，就是大概也是1公分就可以，因为这个挡那个拉链的那个指点，这里有时候有长有短，你们就是取一个简单，大概0.78到1公分的距离都 OK。然后我们就开始车。那拉链的正面呢，跟这个表布的正面相对。好，我们就开始车。车的时候记得回针哦。那这个直线车不要拉，你不要拉布，你也不要拉拉链，你就平平的、好好的、慢慢的车。那这个缝份呢，因为这个呢，它最后面呢做完之后，它会有一个那个拉链的那个边，所以你尽量的话，缝份就是车漂亮一点，就是车均匀一点。你均匀一点之后，你的完成成品呢，你的拉链那边的厚度才会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我就车那个0.5公分，就一直保持0.5公分。那好，车直线当然是没问题啦。车到这个弧度，重点是什么呢？车到弧度的时候，你要稍微推它，你不要把它拉紧车。拉紧车的话，你等一下那个弧度那个拉链不漂亮，所以我们要稍微推它。什么叫推它呢？就是你可以拿出你的锥子来，怕车到手了，赶快把锥子找出来。好，稍微推它，推拉链不要推布哦。好，推一下拉链，可是不要产生皱褶。就是我们顺着这个弧度，你可以一针一针慢慢车。当然，有些人技术不太好，你可以甚至转着那个轮盘车，都可以，只要你想办法把它固定起来就好。然后你就这样慢慢的把它这个弧度车漂亮一点。好，然后呢，等到我们转到这个弧度完之后，它就变成直的。好，变成直了之后，我们就又可以慢慢的，我们就又可以轻松的把它车过来。那我们要车到哪里为止呢？我们车到这个刚刚这个扣环的这个地方为止。好，
你可以用记号线画，你可以用那个笔画一下记号线。好，用记号线画一下笔。好，车到这边的时候要记得什么？要回针。好，回针完之后把它剪掉。有没有看到？我们现在这边呢，是不是因为推的关系，所以它会翘翘的？可是你看，就是因为它翘翘的，等一下它的弧度才会漂亮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车另外一边，车另外一边的时候，请先把你的拉链往上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边的拉链要对称长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这边不是有做记号吗？就是把它垂直做过来。等一下我们的这一边就是要从那个点开始车。好，再把拉链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？从这里开始车，因为你刚刚这个扣环是不是在正中央，所以它两边的距离是一样的。好，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开始车。安内停有无？应该有啦。我觉得我算是讲的还蛮清楚的，虽然有时候讲话不是很标准，可是应该还算蛮清楚的。好，回针完之后呢，你这里等于是说它中间会有一个那个地方是没车到，这是正确，这是 OK 的哦哈。因为等一下我们拉链要从那边塞，好，继续来给它车下去，车平的车完之后，又车到弧度的时候要怎么样？要推它。这时候推它的时候你要注意，你推的那个均匀度，就是说我下面要跟另外那一边一样，好，我另外这一边有没有要跟它一样长？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弧度在推的时候，你不要推的太挤或太不挤，就是要跟它平均刚刚好，有没有？我们就是慢慢推它。所以万一一次没车好没关系啦，就是你可以稍微拆一下，把那个弧度把它整理好，重新车一下就可以。那车过来之后，这边差不多哦，跟刚刚差不多，好，我们就可以继续车了，有没有？好。这你看哦，你车拉链的时候，就是有时候有些人做完拉链，好像就是怎么会有弧度，有没有？就是因为你拉到了，你把布拉到了，你拉到布的时候，你的拉链当然怎么样都不平整啊，因为你不小心拉到了嘛。好，这样子车完之后，拉链车完之后，你看两边都是这样有点弧翘翘的，这样就是 OK 的。那中间就是你看有一段是没有车到的，这样也是 OK 的呀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把这个里部跟表部上在一起了，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，这几个步骤就结束了。好，我们刚刚中央线呢，是不是已经有打牙口，就是有做好中央线？我们现在要把它结合在一起，我们也是要车一个这个形状，可是你尽量不要从这一面车，我们把它翻过来车，为什么呢？就是车在我们刚刚呢车的那个线上，这样的话你翻过来那个里部会比较漂亮一点。我们就是尽量呢车在刚刚我们跟拉链车在一起的这个线上，好，比较好看。那当然呢，你车到这里本来不是翘翘的吗？所以你要稍微把那个拉链弄进去，就是它会有点这边会凸凸的不太好车，可是慢慢的你就是慢慢车还是可以很 OK 的，很顺利的把它车完。相信我，因为我已经车过很多次，总会觉得那边凸凸的，可是你等它车一车，它就推到那边，它就又还好，这样子就是慢慢的车它。好，车过来这边，好像话越来越多哎，怎么办？好，车到这边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记得哦，中间的那个地方一样不要车到，就是刚刚那个指点哈，那个不要车到。因为这块布有点花花的，可是我又很喜欢，可是它花花的害我有点不太好方便去看说我的指点在哪里。稍微用，你要是那个不太知道指点在哪里，用珠针稍微固定一下，好，把它插一下，你就知道指点在哪里，我们就不会车过头。好，一样要回针。好，车的时候珠针它是圆圆的，上次说过哦，不用怕。你可以直接这样稍微车到珠针没关系。然后好，我们到这里是不是指点过来之后，把拉链往下放，先往下放，好，放过来之后，我们要车另外一边了，把它稍微整理好，就是说你只要能够顺利把它车起来就好。那一样是从这个指点开始往那边车，好，这里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是选那个没有那么花的布，其实很容易看得出来说哪里是指点。那这块布因为花一点点，所以感觉上好像看不太出来，有没有？就是像我刚刚那样用珠针稍微把它固定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就是继续跟里布车在一起。那到这个有拉链的地方呢，记得把拉链用强力，用你的蛮力
把它凹过去，凹进去里面哈，然后你就可以继续车了，这样子。然后其实就只有弧度这里比较不好车一点点而已啦，其他像这个直线就很简单啦。所以像这种袋子如果没有很大，哎喂，下面差点没车到。就是如果你的袋子没有很大的话，你手缝也都是还蛮好完成的。好，车过来结束，多余的你也可以剪掉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得到一个很像一个。也没有很像，就是一个模型，有没有架杠的模型出来啊？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记不记得我们要翻弧度的时候要怎样？要剪牙口，我们就把这个牙口剪出来。那把多余的那个折缝剪掉，小心不要剪到线，每次都要提醒一下。其实我以前车东西也蛮丑的，都被嫌弃的，就是那种车工很差。可是车久了，有兴趣的话，你慢慢学，慢慢车。其实我觉得兴趣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，你就觉得怎么样做你都不喜欢。好，我们做完之后呢，这边牙口剪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来车，我们快要完成了啦。这个还蛮简单的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拉链的下面呢，把它对齐好。什么叫做对齐好呢？就是说，我们先把这个拉链的部分往右放，好，往右放之后，这个顶点的部分你把它对齐好，对齐好，等一下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车咯。好，那小心你在车的时候不要车到那个拉链头，好，小心不要车到拉链头。其实我觉得我在想什么，我有点发呆了。我刚刚有点想要先压线，后来觉得好像也可以。来，我们就继续车咯。好，继续车的时候，把这个拉链头的时候对齐好，对齐好，我们就继续车。其实我蛮怕车到拉链头的，是它会断线啊。因为我刚缝缝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跟搞留的有点小，所以小心一点，慢慢车过来。好。从那边车过来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对折车过来之后，这里要留一个反口，好，留一个反口要做什么？等一下要把那个翻过来，从这一面翻过来，好，可以翻了。我刚刚有瞬间在发呆耶，好可怕哦，初老症状。好，就把它从这里翻过来，翻到正面来。好，翻到正面来，我们就得到一个这种东西。有没有？是不是那个样子出来了？好，把它翻好。翻好的时候呢，你不觉得它这样有点像烘鱼吗？好，翻好之后我们就变这样子。那你有没有看到拉链头在这里？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拉链呢塞进去。要怎么塞进去呢？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拉链往上拉一些起来，往上拉一些起来。这里刚刚不是有一个洞，我们没车到吗？我们这个时候呢，就可以把这个往内塞到这个洞里面去，所以我刚这里好像留的有点小，现在不太好塞，真是真尴尬，就以为这样小小的可以塞进去。好，所以下面的洞你千万不要先缝哦，你先缝的话，你这里不好拉，你就是把它想尽办法把它往内塞就对了。好，用力一拉它就进去了，所以小小的也是还 OK。好，你有没有看到这里？上面就会变这样，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是把它整理好就好了哈，这个不用担心。就是你之后呢，可以慢慢的把这个拉链，这个从里面看，然后把它稍微把它弄平整一点。那如果你觉得不太平整的话，你把这里的那个缝缝稍微，就是刚不是我车的比较小嘛，你可以稍微把它弄开一点点，让它比较平顺一点就好了。哎，你是看我看不啊？好了，来，大家都很聪明，应该 OK。好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个角胶呢，就是再用锥子稍微把它往外拨一下就好了。那这个边边也是稍微往外拨一下，这样我们这个大致上应该就完成了。剩下什么？剩下不要最后那个洗牙给的部分，有没有看到？是还蛮漂亮的。那你也可以从那个
这里压线。其实我刚发呆的时候就是在想说，我要不要先压线？后来想说算了，应该这样 OK 了，也是这样也是可以压线，就从这里慢慢的，然后把它压线。那如果要压线的人呢，你就是好了，我压线好了，示范一下好了，就是说我们要压线呢的时候，这里首先这里因为有一个拉链头，它很难压，所以我觉得那一段呢，我就不会压啦。那如果你技术好的，你试试看吧，你压。我支持你。好，这里我现在要讲的是说，这个弧度你在压线的时候该怎么办呢？你应该要把它整理好，就是先把这个弧度呢，先把它弄这样糊糊的，有没有？让它这样糊糊，哎，有没有看到？让它这样有点糊糊的，然后你再去压它，这样子你的弧度才会漂亮。就是要先把弧度稍微整理一下。那你在压线的时候，这个布你也要尽量往里面推。你往里面推的话，它才不会说跑出来，你去夹到那个拉链，就是要尽量往里面推。好，我们就这样车，然后就是车到这里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继续车。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就有压线。那压线的话，我们就压在0.1的位置就好了。啊，好，又来到弧度的地方，记得先把弧度稍微整理一下，让它有点糊糊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再继续跟着这个弧度呢，绕一个很漂亮，然后车一个0.1公分的那个压线，好，然后再继续往这边车到这边之后，回针完成。接下来我们剩下什么？你猜？剩下反口还没有把它缝合起来，对不对？那反口要怎么缝合？应该大家都会长针缝吧？好，应该很少人不会长针缝。所以我们那个地方呢，我们就是把它长针缝起来就好了。来，有没有人不会长针缝的？不会长针缝的，我缝给你们看。因为长针缝哈，我大致上很多人都很喜欢在0.2、0.2在那边缝。我觉得在里面呢，谁会去挖那个洞啊？所以如果你是在里面袋子里面的话呢，我觉得就是大概豪迈一点的0.5也没关系啊，就是0.5去把它缝得起来，我就觉得。就 OK 了。好，从里面那个起针之后，右边挑0.5，之后平行往左边挑1针，再从右边挑0.5，再从左边平行挑1针，右边长度0.5。那当然你也可以用成0.3，如果你要很密的话。那如果像这样的话，你就是把它这样，它表面的话呢，就只会看到一点一点的，好。这个就是很简单的长针缝，长针缝常常用到，所以不会的人趁这个时候赶快学起来。哎喂，那最后呢，缝到很快速的时候呢，我甚至就是会把右边0.5跟左边的1点结合起来缝，这样就很快了，免得好像缝很久，有没有？那它意思一样不变哦，0.5出来，然后横向1点。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是把它结合起来，就是变成0.5之后过来1点，所以意思一样，没有变。那就是把它密合起来就好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什么更好的方法都没关系，你高兴就好，只要把这个洞填起来就好。你不填起来的话，它就变成一个暗袋嘛，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把它缝合起来就好了。好。其实长针缝有时候到最后我也不会打结啊，就是把它，哎呦，说不打结，它自己打结，我也摸嘛不法懂。哎，好了，我来擦。这样子，这样我们长针缝之后呢，这个尾巴有点丑，先不要看哈。来，就这样子，你就看不太到那个线头，有没有？然后又可以把那个洞给密合起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稍微缝一下，如果你觉得不漂亮的话，你也可以从里面缝一下。那大致上我们就完成了耶！你看看，啊，好笨哦！我才想说要把手机放进去装看看，给大家看。可是我手机正在录影啊，装什么？好，就是这样子，我们的这个就完成了。那刚刚在讲说这个扣环的部分呢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我们这个有一个那个D形环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有一个问号钩去勾这个D形环。那这个D形环呢，你要怎么车才会漂亮？我以前就不知道为什么，我都是用那个很搞刚的方式在车。现在的话，我就用一招，我觉得还蛮简单的，就是说你这个对折起来之后呢，
这样子，从里面这里哦，你有没有看到表面对不对？然后从里面这里，我们把它车起来，车个0.5就好了，不用车太多哦。好，车完了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拉环呢拉来上面，有没有看到？拉来上面的时候，这个缝缝是不是在这里？你把它往上折，之后把它压线就好了。你那个边边就不太会虚边，而且下面都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就简单呢？我以前不会这样车，我以前不知道用什么鬼方式，就是上面还会3卷啊，还是什么鬼的，不知道是我特别笨还是怎样。总而言之，我现在觉得这样做又好看，然后又很牢固，有没有？这样就好了。你看，你的那个虚虚的啊，全部都被藏在那个中间里面了。然后这样把它勾起来，就呵啊，就完成了，有没有？是很简单。然后这个弧度呢，等你放东西之后，你就是把它撑一撑，它就会很蓬，就很好看。好，有没有好好看？喜欢的人赶快来动手做一个吧。